我叫李小花，从陪酒女到现在豪门贵太，只需要一个帅气多金的老公。人人都羡慕我命好，能被顾怀看上。但我知道，他有一个藏在心底10年的白月光，求而不得，退而求次，选择了同样舔了他10年的我。就在我过了多年舒心日子时，白月光回国了。他牵着我弟弟的手，笑着喊我姐姐。我冷汗直流，顾怀面色惨白，他不可能回来的。我看向顾怀，他早应该在10年前就死了呀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李大力，我弟弯了10来年了，刚知道这事时，我妈拍着大腿在厨房哭了一宿。但或许是我嫁进豪门后，日子过得太舒服，后来也就不太上心了。但现在他居然谈了个女朋友，我家举家欢庆。那小女朋友还特意要见见未来姐姐和姐夫，我哪能不同意？强拉着顾怀赶来了饭店。电话里，我弟对我吹嘘：“姐，你是不知道，小桃长得那叫一个貌美如花，肤白凝脂。我感觉姐夫见了都要爱上了。”嘿嘿，顾怀嫌弃的皱眉，我也不悦地挂断了电话，但也难免起了好奇心。那个小桃真就那么漂亮？到了饭店，我和顾怀下车就看见迎在门口的我弟和我妈，以及一身白裙的少女。她身姿纤细，长发披肩，笑容恬淡，未施粉黛，却美得惊心动魄。但我却清晰地感受到血液都开始发凉，双手克制不住的颤抖。是啊，顾怀见了肯定会爱上，毕竟这可是他珍藏心底10年的心上人啊。但我盯着眼前女人，却也同时浮现出另一幅画面：废旧的仓库，女人被残忍地砍断双腿，粗长的钢筋横穿女人的太阳穴，鲜血淋漓。那充血凸起的眼球此刻正笑眯眯地望着我。安桃，也就是那少女，小跑过来挽住我的胳膊道：“姐姐好。”我呆愣在原地，浑身痉挛，许久我才找回声音，哆嗦着回答：“你好。”我妈看着我皱眉，用家乡话说：“小花啦，你也是长本事的啦。”什么态度对小桃说话？安桃满不在乎地摆手：“阿姨，没关系的。”安桃把目光转移到顾怀身上。这位是？李大力抢先回答：“姐夫，这是姐夫，顾氏集团总裁，大名叫顾怀，百度都能搜到，特别厉害。”哦，安桃轻轻挑眉：“姐姐有福气。”我只感觉脊背发凉，脚步发虚，万一只是长得像呢？我自己安慰自己。可真的有长得这么像的人吗？我抬头望顾怀，只见他面无血色地盯着安桃。进入饭店，我心不在焉地点好菜后，李大力就拉着我们寒暄：“姐夫，茶水。”他殷勤地把茶水递给我们，喋喋不休道：“这可是上好的龙井，这家店的特色。”我俩不以为意地接过茶水。安桃笑了：“姐夫，喝茶晚上容易睡不着哦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呀。”鬼敲门，话音刚落，茶杯应声掉落，摔得4分5裂。大家目光都转移到顾怀身上，顾怀依旧神色淡淡。对面就是洗手间，我去清理一下。小花，你也过来一下。我顺从地放下茶杯，跟了出去。迈进洗手间，顾怀就利落地锁上门，然后他顺着门框缓缓倒下，手无力地垂下，淡淡的尿骚味弥漫开来，他吓得失禁了。李小花，是他吗？他脸色惨白，自顾自摇摇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也知道的，他早死了，因为他妈的是我杀的呀。”他边说边癫狂地笑，肩膀都随着笑声颤动。我急忙凑近，死死捂住他的嘴：“你小声些。”顾怀不听，
反而突然狠命掐住我的脖子。在卫生间的水晶吊灯下，他的俊脸格外扭曲狰狞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感觉自己要被掐死时，他泄了力。李小花，想了这么多年不属于你的荣华富贵，他要是敢索命，我就把你推出去。顾怀中途走了，以公司的事为由头，剩下我和他们吃了顿漫长而食不知味的饭，然后逃似的回到了家。我以前是个陪酒女，很小的时候就是，没办法，家里重男轻女还穷，勤工俭学，哪有这个来钱快。后来我认识了顾怀，一个阳光开朗的大少爷，疯了般爱上了他。我舔了他10年，终成正果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不是那桩惨案，我一辈子也不能和顾怀在一起。一闭上眼睛，潮湿的血腥味似乎还存留在鼻尖。窗外夜色渐浓，整个城市似乎都陷入了沉睡。我这时才意识到该睡觉了，可辗转反侧，我都无法入眠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叫安桃的诡异女人。叮咚，屋外门铃突然响起，外面传来响声：“姐姐，我是小桃，开门，你有东西落在饭店了。”大力让我送来，开门啊，姐姐！我吞了口水，这大半夜的，开还是不开？我不敢回声，盼望着他赶紧离开，但咚咚咚的敲门声愈演愈烈。我捏紧衣角，冷汗涔涔，脑海中只浮现出一句话：鬼敲门。吱嘎一声，门自动开了。姐姐，忘记跟你说了，我会开锁哦。安桃娉娉袅袅走进门，嘴角依旧是恬淡的笑。我正躲在门后，看到她进来，尖叫的几乎失声。啊！她却饶有兴趣地绕了一圈，突然凑近到我的耳边，声音上挑：“你应该也知道的吧，姐夫他一直想着我呢。”仿若惊天一雷投入水面，我只感觉眼前昏花，站都站不稳。真的是他？难不成这是诈尸了？安桃又急速走了一圈，从我家厨房里鼓捣出一碗白水。他一把打掉我在报警页面的手机，语气强硬：“喝了它。”我死命摇头，但他哪管我这个，捏住我的下巴就开始灌。我挣扎，除了被呛了2下，没什么大用。白水进肚，我只感觉天旋地转，意识模糊。在听到顾怀开门的声音时，我彻底倒下了。世界只剩下一片漆黑。再次恢复意识时，已是后半夜。我小心环顾四周，发现是在我家大床底。我不明所以，有劫后余生的喜悦，但更多的是未知的恐惧。我一下也不敢动，浑身绷紧，伴随着床板的震动。床上传来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，是安桃和顾怀的。在听清的那一瞬间，我错愕地瞪大眼睛。事情发展的不太对吧？安桃不是鬼吗？他俩怎么会？终于，声音消停下来，顾怀压着嗓子开口：“安桃，你长得很像柳心，很像姐夫。原来你这么爱我的姐姐呀！”安桃嗤笑一声。那你还杀了他？漫长的沉默，一切都变得极为静寂。窗外树影绰绰，我把呼吸都放慢，生怕他们发现我，但脑海里却猛烈翻涌起来。安桃竟然不是他，安桃是柳心的双胞胎妹妹，怪不得如此相像。我思绪万千，柳心就是占据顾怀整个少年时代的女人，人如其名，她美丽淡雅。她温柔娴静，即使家世不好，母亲早亡，父亲是赌鬼，但她依旧过得很舒心，不靠别的，就靠顾怀这个有钱没处花的大少爷。生日时燃放全城烟花为他庆生，在他无家可归时，二话不说送他一套学区房，这都小意思。按校园墙上的八卦，顾怀为了让成绩不好的他和他上一个大学，甚至直接为他捐了3栋教学楼，
人人都说顾怀爱柳心入骨，我对此不予置评。但我知道，至少柳心不爱顾怀。从初中起，她就偷摸谈过10来个男朋友，其中没有一个是顾怀。顾怀和柳心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、恋人未满但有情以上的关系。直到柳心的第17个男朋友承诺要带柳心远走高飞去往国外时，柳心才答应远离顾怀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顾怀机缘巧合中知道了自己原来10年来一直被当成狗，还是又出钱又出力，结果一根毛都没舔着的狗。顾怀怒了，他喝了点酒，把柳心约到了一个废弃工厂，伴随着女人的尖叫声，一桩血案成了。而当时同样舔狗上瘾，悄悄来找顾怀的我目睹了全程。被迫掌握顾怀把柄的我，几乎是被逼着成为了顾太太。顾怀认为，只有在他眼皮子底下才能看住。无数个午夜惊醒，我都能看到床边顾怀阴沉的脸。他是否也想杀我？我不知道，甚至不敢去想。另外，我之所以对柳心也这么了如指掌，那是因为柳心她也不是个好人。他校园霸凌我，从初中到大学，足足10年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去想那段灰暗到流泪的日子。这时，床上的顾怀突然警惕发问，还一直没问李小花呢？床底的我手心冒出冷汗。安桃嘲弄道：“那女人力气小，脑子更不好使。我为了她小半盒安眠药。”估计最早也得明天早上醒，藏别地方太显眼，我把它扔床底了。哦，顾怀这才放心，他把一大叠钞票甩得到处都是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那件事的。顾怀眯起眼，言语尽是威胁。但当年家里人的善后已经差不多了，我劝你不要自找苦吃，这些是封口费。还有，每周5来找我。安桃不屑的声音却悠悠传来：“顾怀有病啊，我差你那几个钱。”安桃揪过顾怀的衣领，那张少年时让顾怀魂牵梦绕，直到现在都午夜梦回的脸凑到他眼前。顾怀下意识咽了口水，有对死者的恐惧，有紧张，以及夹杂着变态的欲望。安桃说：“和李小花离婚，娶我不行。”顾怀想都没想，直接摇头。安桃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。“你真喜欢她？喜欢哪个陪酒女？”顾怀不语，沉默地低下头。他也不知道现在应如何是好。李小花亲眼看到了他杀人，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安桃也知道这件事，他的命脉竟然被拿捏了。呵呵，你不离，我就让你丧偶。安桃冷笑：“你疯了！”顾怀怒目圆睁，他知道安桃不是在说笑话，舍不得了。安桃秀美的脸也变得狰狞，嫉妒的火焰在眸底窜动。“不是我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李小花凭什么？”安桃半似疯魔：“我得杀了他，你也得帮我，不然我立刻报警说你杀了柳心。我倒要看看你家里人善后做的是否天衣无缝。”安桃了冷冷道：“什么鬼？”顾怀僵硬扭过头，而床底我感觉声音越来越飘渺，极度的紧张令我喘不过气。我甚至想着我为什么会提前醒来，听他们讲着恐怖的对话。莫名其妙的午夜，我知道我在劫难逃，直接被宣布了死刑。我两眼一翻，晕死过去。清晨，我望着窗帘发呆，睁眼时我又重回床上了，床单湿乎乎的，我有点恶心，想起身，但昨晚腿被吓软了，起不来。不过昨夜我提前清醒的理由，我想清了。顾怀自从那件事后睡眠不好，买了不少安眠药。我妈以前在家里时知道这事儿，觉得安眠药价格贵，
把白色健胃消食片和安眠药掺和在一起，让顾怀吃，美名其曰省钱。我觉得这太荒谬了，但我懒得换回去了，所以酿就了如今局面。顾怀从门外走来，一脸温柔。小花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我摇摇头，旋即又僵硬地点了下头，藏在被子中的手紧握成拳。我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老公，昨晚小桃来了，我知道。顾怀打断讲话，给你煮了粥，快喝。顾怀端着粥走过来，我看着那碗白粥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老公，我不饿，吃呀，我不信你不饿。顾怀依旧一脸温柔，但手上动作不停，他死死按住我的后脑勺，捏开我的下巴，开始灌白粥。我挣扎，我哭泣，我尖叫，但情况比昨天更糟，一点都无济于事。白粥滑进肠管里的那瞬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再见了，一群脑残！再见了，这个癫狂的世界！我又醒了，在货车的后厢里，我想不明白，想杀我直接在白粥里投毒不好吗？为什么又要放安眠药？还是掺了健胃消食片的安眠药？车身在土路上颠簸，我不敢发出声音，内心疲惫不堪。比起漫长的煎熬，我甚至想在这一刻了结。货车驶入郊区，前座上顾怀和安桃的声音隐隐传来。这条道我认得，它的尽头有一个废弃的石油工厂。数年前，一个年轻的生命也是在那里被剥夺。柳心和顾怀之间有爱仇交加，有利益纠葛，但我扪心自问，我和安桃完全没有一点交集。不甘、愤怒的情绪涌上心头。安桃从哪里来？想要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甚至来威胁顾怀？余光中，我瞥到手腕上的智能手表，我脑子轰一下炸开，他们竟然把这个遗漏了。我站立地握住这个小东西，感受着金属外壳的冰冷触感，血液因为过于激动翻滚起来。我知道，唯一的一线生机就在于此。滚下来！车已到地。顾怀站在门口，语气不耐烦。我紧闭着眼，不敢动弹。安桃娇笑一声：“吃安眠药怎么不睡上个几个小时？你能叫醒就怪了。”顾怀上来，拍拍我的脸，回答他：“蠢货，这是试探。试探个屁！”安桃难以理解。顾怀把我拽着拖下车，粗糙的石子摩擦着我的皮肤，鲜血淋漓。我疼得抓心挠肝，却不敢表现出有一点不对，面上仍是熟睡的样子。我被粗暴地绑在凳子上，双手被粗麻绳死死捆住，嘴里塞了团不知道多少年的破抹布，酸臭味从口腔蔓延到鼻腔以及整个大脑。怎么杀？顾怀问。安桃挑眉：“你当初怎么杀的我姐？”顾怀摇头解释。说来奇怪，我的记忆只存留到我们俩互殴，我砍断了他的腿，他捅伤了我的肩膀，再睁眼，他就被一根粗长的钢筋爆头，横死在我的眼前。那惊恐的眼神，我这辈子不会忘。顾怀倒吸一口凉气，再次回忆起来那个阴郁的午后，淅沥的小雨打碎宁静，潮湿的空气中满是他歇斯底里的咆哮。柳心，你他妈到底有没有心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把我当什么狗吗？阿怀，你冷静一点。记忆中是女孩惊恐的声音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冷静地看着你跟那个傻逼远走高飞吗？呸！你不知道，如果没有我，你特么早去卖了。你能名校毕业，你早跟你那个赌鬼爸。不堪入耳的语言激得柳心也愤怒了。对，顾怀，我就是把你当狗，那你10年来不也是舔得不亦乐乎吗？怎么舔不到就恼羞成怒了？哎呀，我杀了你！顾怀怒吼，二人扭打起来，顾怀明显占了上风。之后
他只感觉脖颈一凉，就没了意识。等他醒来时，就是柳心横死的一幕。粗长的钢筋的另一端还握在他的手上，正往下滴答着粘稠的血。顾怀吓得浑身痉挛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杀了人。他下意识想跑，却转头看到刚迈入工厂，此时正吓得瑟瑟发抖的李小花，不准说出去。顾怀威胁，女孩怕极，抖得像筛子一样点头。你的意思不会是柳心不是你杀的吧？安桃不屑的声音把顾怀从回忆里拉出。没有，应该是我酒喝多了。顾怀解释，但心底却莫名发凉。这种凉意伴随着他数年，每每回想时，一个念头总会升起：柳心真的是他杀的吗？但如果不是他，还能有谁？废话一箩筐，你去外面找找有没有趁手的。我把李小花弄醒，清醒着杀才有意思。安桃勾起一个变态的笑，顾怀都被吓了一跳，沉声说：说好了，你杀我不经手，之后我才能娶你。安桃胡乱点点头，示意让顾怀快走。随后他拧开矿泉水，一头浇在我脸上，冷水冰凉的触感激得我一哆嗦，但我也不清楚该不该睁眼，只得咬牙硬挺。终于，当他浇到第3瓶水时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颤颤巍巍睁开了眼。入目是杂草丛生的破旧工厂和安桃那张素雅的脸蛋。我惊恐地2声，把凳子弄得噔噔作响。当然是没什么用的，但安桃明显更兴奋了。安桃走过来，纤长的手指轻轻抬起我的下巴。小花，你以前认识我吗？我把头摇成拨浪鼓。可是我认识你啊。他声音悠悠，从光影酒吧就认识了。光影酒吧已经很久没人提起这个词了。我恍惚地盯着安桃的少女时代噩梦般的记忆如潮水般纷至沓来。我第一次进入光影酒吧是在13岁，正读初一。我妈不给我交书杂费，在面对老师明天就给我办退学的要挟时，我只能躲在学校墙角偷偷哭。这时候柳心来了，13岁的少女已经初露清纯样貌，她在学校被封为校花，与我这个土里土气的小花刚好成为对立。柳心笑得温柔，她安慰我：小花，别哭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见我不为所动，她凑过来：能挣钱。我顿时双眼冒光，当即跟着柳心走向了小镇最繁华的地界。绕过一条又一条街，穿过第3条巷子时，柳心停下来了。光影酒吧的五光十色的外灯在土石砖上渲染出了个又一个光圈。我胆怯地回望柳心，却看到她温柔地催促我快进去。小花，去吧去吧，我还想念书，书上说只有念书才能当发明家。于是我鼓起勇气，小心地迈进去，之后却再没能出来。安桃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他的样子太癫狂，我被迫终止回忆。我想试图和他沟通，发现压根和他沟通不了。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要来了。我只能自己安慰自己，只要再拖一会儿，就能得救了。从你10几岁时进入光影酒吧时，我就注意到你了。你不认识我，没关系，但你凭什么像我那个姐姐一样，可以过得这么好？安桃突然掐住我的脖子，面目狰狞地开始了她的讲述。我一直怀疑她的身份，她主动对我坦白，她确实是柳心的妹妹，但不是双胞胎。她比柳心晚出生3天，他们同父异母。她是柳心那个赌鬼爸在外面搞的产物。我好炸裂！安桃和柳心容貌上8、9分相像，在最初连命运都有8、9分像。柳心的妈早死，安桃的妈沉迷打牌，也不管她。
两个有着血缘关系的小女孩一时竟成了最亲的人。无数个深夜，她们裹着同一条被子，在破败的小院吃同一碗面，直到柳心认识了顾怀，二人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。他安桃仍是那个在温饱县苦苦挣扎，还要提心吊胆，怕被人骚扰的女孩。柳心却摇身一变，什么事都有最富的公子哥替她撑腰。明明彼此长得如此像，明明彼此都不是什么好人，凭什么他能过得那么好？还有，明明以前姐姐最关心的是他，愤怒、嫉妒在心脏疯长。安桃最先受不了了，柳心却一门心思扑在顾怀身上，既不答应他的追求，却也花尽心思讨好顾怀。甚至怕与自己相像的安桃抢走顾怀。柳心拿钱与赌鬼父亲商量，直接把安桃锁进了那一方小屋。破旧的小屋中，只有男人的打骂，再不见姐妹以前的温馨。安桃越说越来劲，甚至扇了我一巴掌，破布被他扇落。我无语开口：“那你去杀柳心啊，咱俩有个屁的关联！”安桃又扇了我一巴掌，闭嘴，还没讲完呢。安桃掐着我的脖子，继续诉说，像是要把多年来的痛苦全部扔出一般。她确实被关在小屋不少年，终于在一个深夜得以逃出，四周万般寂寥，她不知何去何从。她也来到了酒吧，没错，就是光影酒吧。凭借着出色的容貌和抹了蜜似的嘴，他混得也见有起色。他注意到了我，一个倔得不能再倔的人，明明一两句好话就能解决的事，我却从来挺直腰板，哪怕被灌酒灌到吐，也绝无半点谄媚。安桃不解至极，他写了张纸条，悄悄放进我的工作服。纸条上面问我是不是倔驴投胎，脑壳被门卡了。纸条上的话言语粗俗，充满着不屑，但第二天，安桃却收到了回信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2个字：尊严。安桃笑了，10几岁的小孩还看不明白，只觉得被下了面子。他在背后偷偷孤立我，最累的活让经理派给我干，甚至背后偷偷造谣我。他努力了很多年，我却至始至终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无数个深夜，安桃在灯红酒绿中都会觉得灵魂隐隐作痛，他有时也会愧疚，但早已扭曲的人格却使他变本加厉地嫉妒我。没错，他称之为嫉妒。后来很多年后，他意外收到早已不联系的柳心的短信，让他速到一个废弃工厂，他还是去了。到时凶杀案已接近尾声，他躲在暗处，只看到男人手握钢筋倒下和惨死的柳心。安桃也怕了，连滚带爬，一刻不敢耽误地逃走。只是后来负债累累，安桃实在受不了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她整了容，特意去学柳心的声调，变得几乎和柳心一模一样。他决定铤而走险，下到顾怀，好去敲诈顾怀一笔大的。我忍不了了，不是？那你要杀我是什么意思？你去敲诈顾怀呀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当顾太太？好，退一万步讲，你要当顾太太，你也不用直接弄死我吧？安桃当然不回答，她烦躁地走开，打算去查看顾怀什么时候回来。很快，安桃回来时，不知道从哪弄出一把折叠小刀，在我眼前比划：“李小花，你长得一点都不好看。”我被吓得眼泪簌簌，又听见他说：“很多年前，我就想把你这张脸划烂了。明明同样陪酒，凭什么你就那么清高，还最后跟柳心一样，都攀上了顾怀？你为什么嫁了他？你以为顾怀是什么好人吗？你为什么要嫁给顾怀？为什么不能和我？”他歇斯底里地吼着，我在心里默默数着数。而就在这时，顾怀慌张地跑了过来，
他一巴掌扇到安桃脸上：“你他妈报警了！外面全是警察！”安桃被一巴掌扇懵了，说话。顾怀急疯了，揪住安桃的头发：“没有，我没有！”安桃大喊。二人扭打起来，只有我勾起一个淡淡笑。外面警笛震天，有警察喊话，但顾怀几乎疯了般对着安桃拳打脚踢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！莫名其妙要杀李小花还报警，你是不是就想害死我？”安桃忍受不了暴打，手中的刀泛着银光，噗呲一声，鲜血从顾怀颈动脉涌出。顾怀瞪大眼睛，缓缓瘫倒在地。不，我不是故意。安桃疯狂摇头，浑身哆嗦。警察破门的声音传来，无数穿着制服的警察鱼贯而入。站住，不许动！安桃呆呆愣在原地，手中满是鲜血的刀应声落地。有警察过来帮我解开麻绳，轻声安慰我：“女士，您不用害怕，交给我们。”剩下的警察把安桃压住，还有去查看顾怀情况的，乱成一锅粥。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走时，安桃直勾勾地盯着我：“是你？不可能的，你喝了。”他又自顾自摇摇头：“快走！”警察催促。我只是淡淡的笑：“我才不会告诉他，你为我的安眠药里掺和了健胃消食片。”我看着他踉踉跄跄地上了警车。至于顾怀，已经没了气息。麻烦您去警局去做一下笔录，请务必全盘托出。警察过来安慰我情绪，顺便把我请上警车。我泪眼汪汪点头。警局的大灯照在我身上，我停止了讲述。好的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了。可以。距离这场事故已经过去5天，此刻警局里的警察都面带不忍。可以，笔录已经完事，您没有任何责任，您现在就可以离开。太惨了，卷进去2场凶杀案，要是我得疯了。周围全是窃窃私语，我泪眼汪汪转头，大家全都立刻噤声。走出警局，看着大好的天，我忍不住的想笑。我叫李小花，从陪酒女到现在豪门丧夫贵太，只需要一个有用的脑子。柳鑫到底是谁杀的呢？反正不是顾怀。我轻哼着歌，去给我死去的丈夫找丧葬团队，以及继承他那上百亿的家产。番外，我叫李小花，父亲早逝，我和母亲弟弟一起生活。我妈舍不得给我交10元的书杂费，却能眼睛也不眨的给弟弟买199的奥特曼模型。被柳鑫带进光影酒吧后，我拼命想逃，那些人灌我酒，花花绿绿的烈酒下肚，我恶心的想吐。回到学校，柳鑫笑吟吟地问我：“开心吗？有没有挣到钱？”我面色苍白，柳鑫却像发现了什么乐子一般。之后，涂满侮辱性词汇的课本，被剪烂的衣服，吃食堂时莫名其妙的被泼一身饭汤，都是家常便饭。我尝试过求助、报警、求饶，一丁点用都没有。我只能承受。顾怀是个大少爷，一心一意追求他那白月光女神柳鑫。有一天，他可能发现我跟柳鑫走得比较近，夏天时特意给我买了根冰棒。顾怀长得帅，10几岁的我克制不住的红了脸，转头就看见柳鑫盯着我，温柔的、安静的，我的腿肚子都开始哆嗦。我知道这是柳鑫发怒的前兆。果然，那晚我被堵在巷口，撕碎的衣衫以及我的尖叫声响彻云霄。我求饶，我磕头，但回应我的只有柳鑫温柔的笑脸。那晚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柳鑫，早晚有一天，我杀了你。回家时，我妈大惊失色：“我勒个乖乖，你又去哪鬼混了？下不下贱啊？”我感觉我快疯了。至于安桃，她以为我一直不知道她。
怎么可能啊？被迫喝下每一杯酒，我都记在他头上。柳心、安桃，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我很聪明，也很擅长琢磨人心。我很快看出安桃的不正常，比起纯粹校园霸凌的柳心，安桃明显更扭曲，而且她喜欢柳心。没错，就是那种喜欢，这是个有用的信息。于是我费尽心思，也让安桃喜欢上了我。同样，也是那种扭曲的喜欢，只是埋藏得更深、更阴暗。安桃可能都没发现，但我一清二楚。我兢兢业业当顾怀舔狗，同时也为顾怀和柳心关系破裂埋线，要的就是让他俩撕破脸，撕得石破天惊，怨气冲天。从初中到大学毕业，我都忍着。终于，我等到了那一天，我跟着他们来到工厂，看着他俩互殴。最后，我敲晕了顾怀，戴好一次性手套，亲手送了柳心一程。然后把一次性手套烧掉，用柳心手机给安桃发送短信，让她过来，自己则躲在暗处，天衣无缝。我甚至算好安桃会重新回来，以及将要发生什么。毕竟给她发短信也就这一个目的。眼下她撒死的死，蹲橘子的蹲橘子，剩我一个不死鸟。嘿嘿，殡仪馆的演奏悲痛，我在棺前痛哭。阿怀，你怎么就走了呀？周围人一片唏嘘，更有甚者也红了眼眶。可怜呐，可怜！我喜欢了你10年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舍得丢下我？你走了，我可怎么活？我哭到晕厥，闭上眼前的最后一秒，还是忍不住笑出声，笑死！当然带着你钱，好好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